2012年的一个深夜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孟买街头的一个巷道里。突然，坐在后排的女孩被身旁的男人猛地勒住了脖子，女孩的身体剧烈地挣扎了起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前排的司机也从座椅中间向后扑去，死死地摁住了女孩。女孩在挣扎了一会儿后就一动不动了，然后汽车向城外的荒地驶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袁档案社。我的频道主要讲述一些真实和离奇的案件，希望在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，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，从而给我们带来一些警示。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2012年的印度。直到被捕前，人们都不敢相信这个叫做英德拉尼的女人会卷入到这起谋杀案中。她是印度当红的女主持，是孟买社交圈中的名媛，还是印度媒体大亨穆克加的妻子，甚至在2008年还跻身《华尔街日报》值得注意50位女性的第41位。可是到了2015年的8月，随着一个叫西亚姆的人被捕，将她和3年前发现的一具腐臭女尸联系了起来。人们这才知道，这个光鲜亮丽的商界精英竟然还有一个如此不堪的过往。而且到了监狱中，他还坚称那名3岁时就被抛弃，死后连遗体都被焚烧的女孩只是他的妹妹。1972年，英德拉尼出生在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一个小镇。度过短暂的童年时期后，英德拉尼很快就长到了粗落有致的年纪。在童婚盛行的印度，这是一个该出嫁的年纪，英德拉尼也没有幸免。14岁那年，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茶园主，15岁就生下了女儿希娜，1年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叫做米哈伊尔。可小年纪，英德拉尼自己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，她又如何能够抚养这2个孩子呢？1989年，英德拉尼和第一任丈夫离婚，抛弃了年幼的儿女，开始追求自己的人生。可那是90年代的印度，人口众多，经济还落后，一个未婚的女孩独自在外打拼，似乎多少有点孤独。英德拉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1993年，英德拉尼遇到了第2任丈夫桑吉夫，并且很快就再次结婚。有了家的依靠，英德拉尼奋斗的精力又旺盛了。到了1996年，不敢打工一辈子的英德拉尼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，一身扑在事业上，为跻身名流而努力。不过在和第2任丈夫度过了9个春秋后，已经是印度当红主持人的英德拉尼眼界早就高出了天际。到了2002年，英德拉尼终究还是劈腿了，然后匆匆地和第2任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。随后她和印度媒体大亨彼得·穆克加领证走到了一起。那年英德拉尼30岁。凭借着丈夫穆克加的人脉资源，她终于跻身孟买的名媛圈，频频地出现在杂志封面上。她的照片被一个远在阿萨姆邦的乡下女孩看见了。女孩指着照片问：“奶奶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长得好漂亮啊！”奶奶怀着一副鄙夷的眼神说：“希娜，那是你的母亲。”英德拉尼估计早就忘了自己在乡下还有一双儿女。自从被母亲抛弃后，希拉和弟弟就一直跟着奶奶住在一起。在姐弟2人的世界里，从来就没有过母亲2字。这一天，当奶奶告诉他们杂志上那个漂亮女人是他们的母亲时，姐弟2人的心中对母爱的那种渴望，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就再也绷不住了。虽然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所谓的母亲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姐弟2人拨通了英德拉尼的电话。“喂，是妈妈吗？我和弟弟想跟你住在一起。”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叫自己妈妈，英德拉尼内心的愧疚感直线拉满。生而不养，好像说的正是自己。那个时候的英德拉尼多少还是有点母爱的。接到电话后不久，英德拉尼就将希腊和米哈伊尔接到了孟买，还热情地把他们介绍给丈夫穆克加。“这是我的弟弟妹妹，我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。”对于妻子的亲人，穆克加表示非常欢迎。可是在希娜的心里并不开心，因为母亲对自己的称谓。虽然事先就知道母亲会这么叫自己，但是当亲耳听到时内心还是有点失落的。她答应过母亲要做好妹妹的角色，这是她待在这个家里面的前提条件。对英德拉尼而言，丈夫是媒体大亨，自己是知名主持人，家中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一双10几岁的儿女，职业生涯必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。所以在私下里，母女2人就达成了协议，一场扮演姐妹的危险游戏在孟买这个上流家族正式上演。开始的时候，穆克加没有怀疑，他对希腊十分照顾，送她上艺术学校，给她最好的教育。
英德拉尼则把希腊引进他的朋友圈，介绍他最好的人脉，想着一起把家族做大做强。可是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把这个家族搅得是血雨腥风。英德拉尼发现希腊爱上了穆科加的儿子，这事儿还能更扯一点吗？能。后来随着警方的调查，人们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有多复杂。英德拉尼结过3次婚，跟第一任丈夫生下希腊姐弟2人，跟第3任丈夫穆科加又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而穆科加也结过2次婚，在和英德拉尼结婚前，跟前妻也育有1儿1女。对于这段恋情，2个年轻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英德拉尼内心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是一定要反对的。而从穆科加的角度来看，也是荒唐至极，一个是亲生儿子，一个是小姨子。可是希腊和儿子拉胡尔每天住在一起，一个是含苞待放，一个是血气方刚，青春期躁动的荷尔蒙好像怒海中翻滚的巨浪，那叫一个势不可挡。等到英德拉尼发现时，2个人早已爱得轰轰烈烈，死去活来了，甚至已经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。英德拉尼一看就急了，他当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他告诉希腊，想都别想，趁早撇清关系。但是希腊也毫不示弱，直接就怼了回去。凭什么不可以？母女2个人每次都会吵得面红耳赤，关系也持续恶化。希腊甚至还威胁说要曝光他们的关系。然而接下来希腊突然就消失了。那是2012年的4月25日，拉胡尔怒气冲冲地找到了英德拉尼，问他：你把希腊藏到哪里去了？原来拉胡尔收到了希腊的一条信息：我们分手吧。可是就在前一天，2个人还在一起海誓山盟。因为希腊跟拉胡尔说，母亲答应了我俩的婚事，不过她说有事要和我交代，让我过去一趟。一夜的功夫希腊的电话一直不接，还传来这么一条没头没尾的信息，拉胡尔根本接受不了。于是他就直接冲回到了家里，问英德拉尼。可是英德拉尼却淡淡的说，希娜去美国深造了，她早就厌倦了和你在一起。面对继母这个蹩脚的理由，拉胡尔自然难以接受。可不管他怎么问，英德拉尼就只有这么一套说辞。无奈之下，拉胡尔只能向警方报案说希娜失踪了。可是作为亲姐姐的英德拉尼都说妹妹是出国深造，希娜的工作单位地铁公司也说收到过她的辞职信，警察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呢？眼看报警无果，拉胡尔只好向周边的人和媒体爆料说希娜失踪了，还说希娜是英德拉尼的女儿。可是对于从事多年媒体工作的英德拉尼来说，这就是一种没理由的污蔑和诽谤，根本没有人相信。更何况她丈夫穆科加还是掌控媒体话语权的大亨。就这样，拉胡尔只好妥协，希娜消失这件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3年之后，这桩沉寂已久的往事却因为英德拉尼的司机违法被捕而翻上了台面。这一桩母亲杀女焚尸掩埋的惊悚案件才慢慢被揭开了真面目。2015年8月的一天，警方抓获了一个非法持枪的人。在审讯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西亚姆的人说自己是英德拉尼的司机，3年前曾经伙同英德拉尼和他的前夫桑基夫一起勒死了希娜。8月25日，孟买警方以涉嫌杀人罪对英德拉尼实施了逮捕。第二天，警方又在加尔各答逮捕了英德拉尼的前夫希娜的前继父桑基夫。这对联合谋害女儿的离异夫妇登上了印度各大报纸的头条。希娜消失之谜终于等来了下文。警方经过多方调查，模拟了案发过程，真相是那么的触目惊心。2012年4月24日，那天希娜接到了母亲英德拉尼的电话后，就兴致冲冲地跑去找她，因为在电话里，母亲答应会同意自己和拉胡尔的婚事。饭后，一行几人坐上了同一辆轿车，英德拉尼坐在前排，希娜则和桑基夫坐在后排。车开出没多久后就驶离了主干道，到了一个人烟罕至的巷道，周围一片漆黑。希娜感觉到似乎有点不太对劲，突然一根绳子勒住了希娜的脖子，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只手又捂住了她的嘴巴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希娜嘴里面含糊不清地喊着救命。她感到自己的脖子上有一股火烧般的剧痛，胸腔中的肺似乎也要炸裂开来。她拼命地挣扎，可是根本就挣脱不开，很快就奄奄一息了。希娜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向坐在前排的母亲投去了求救的眼神，可她不知道英德拉尼才是幕后的主使人。不管是那禁忌的爱情，还是那层女儿的身份，她都必须要死。希娜渐渐地停止了呼吸，随后就被塞进了后备箱中。
到了第二天凌晨，英德拉尼三人将希娜重新安置在后排座位上，让她看起来呢像一个醉酒的人，然后沿着事先勘测过的路线，很快就来到了一块荒地。他们拖出了车中的希娜，丢入早就挖好的深坑之中，然后倒上汽油后，一把火点了。刹那间，火光冲天，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夹杂着烤肉味，熏得三人不断的后退。他们只能站在远处等着尸体烧成灰。可是这一点温度不可能将尸体烧掉的。我们知道啊，火葬场将近1000度的高温，尸体呢也要烧上几个小时。但是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微亮，他们3个人只好匆匆地将烧焦的尸体掩埋，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。当时正值初夏，天气已经十分炎热。大约过了1个月左右啊，周围的民众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有人就选择了报警。2012年5月23日，警方寻找味道搜索后，发现了一具腐尸。因为没有身份证明，又没有失踪人口的报案，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过去了。直到司机夏姆被捕，这具在荒野中腐臭、在太平间冰冷的尸体才获得了一个被害人的身份。2015年8月30日，警方带着被捕的英德拉尼3人回到了粉尸现场，进一步敲听案件的细节。可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这桩案子啊，似乎永远都停留在无穷无尽的取证之中。一直到了2022年，大众还没有等到印度法院的审判。谋杀亲生女儿啊，哪怕是判个无期，也能让大众先出一口恶气再说。可是官方硬是迟迟不判，给的理由更是让大家无法接受。第一，希娜到底是英德拉尼的妹妹还是女儿？在此之前，英德拉尼一直坚称希娜是自己的妹妹，媒体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，包括他的朋友们都以为希娜是他的妹妹。只有拉霍尔一直在说希娜是英德拉尼的女儿，还扬言有更实锤的证据。但可惜的是，并没有人相信他。直到后来媒体将希娜的生父搬了出来，英德拉尼才承认了希娜是他的女儿。第二，希娜可能还活着。一直到被捕前，英德拉尼还拒不认罪，一直说希娜在美国。甚至到了2021年，他还声称他的一个狱友在克什米尔见过女儿希娜。司机都已经招供了，尸体都找到了，作案的车子也都找到了， DNA 检测有那么难吗？最不济在2018年4月，英德拉尼的助理都承认了，当初希娜递交给地铁公司的辞职信上的署名就是自己伪造的，信也是在希娜死后寄出的。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证据吗？第三，丈夫穆科加是否参与了谋杀？英德拉尼被逮捕3个月后，穆科加也被警方逮捕了，罪名是在谋杀希娜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。可他到底是怎么参与的？官方又说得不清不楚。2017年时，英德拉尼甚至声称是穆科加杀死了希娜，可是他很快又否认了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这起谋杀似乎已经成为了一场毫无依据的嘴仗。可悲的是，印度警方和法院的审判永远徘徊在断断续续的猜测和无中生有中，始终都没有一个定论。到了2020年，穆科加竟然还被保释了出来，然后在2022年，连英德拉尼也被保释了出来。官方给出的解释意思大概就是案件审了6年多，证人也查了这么久，可谁知道还要审多久呢？人先出去再说吧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已经无力吐槽了。这样明摆着的事儿，不知道为什么英德拉尼一句女儿还在美国就搁置了，审了7年，是审着玩的吗？有人说是碍于英德拉尼的社会影响力，有人说是碍于穆科加的英国国籍。可是如果对于一起事实明了、证据充分的案件都不能判，那印度的司法要它又有何用呢？难道真要等那具腐烂的尸体突然站起来说，对，我是我母亲谋杀的吗？